那些对抗的画面。哇哦，好维斯啊！他是当今泰拳最硬的男人，名叫罗唐，是一个有武技有武德的泰拳选手，也是战力格斗第一人。洪亮吉绝对是一个王者一样的人物，对手跟他厮杀后，经常讨不到什么便宜。号称铁人的罗唐，擂台上经常因为对手的拳头不硬而放弃防守，让对手直接打。就是这样一个泰拳选手，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，也成功被对手激怒，差点就要失去理智了。他的对手就是戈恩卡维斯，来自巴西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有巨大的能量。面对赢量级第一的罗唐时，那也是丝毫不惧的，甚至还发出怪叫声进行挑衅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红色短裤的就是罗唐，黑色短裤的就是戈恩卡维斯，这是金腰带争夺战。5回合的大战对于体能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。罗唐之前的大多比赛都是以小打大的，这还是为数不多遇上体型比自己小的选手。其实戈恩卡维斯的话，在之前的比赛里面也是以他的拼打作为主要的风格，但是今天碰上了有着钢铁人外号的罗唐，我不知道他能够撑多久。从目前这个级别上面来看，至少1的这个范畴里面，我觉得论拼打，罗唐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是第一。确实是，你即使放眼到世界各大组织的这个范畴里面，他也同样无视。坐在场边的那真天心的可能叫来看一下。两人上来节奏还是挺快的。重新回到擂台中央之后，罗唐还是不断的扫踢对手支撑腿。他是伦皮尼全场最年轻的王者，这是波球都不曾有过的荣誉。观众提起罗唐，总能联想到很多名号，铁人、新时代、波球、泰拳的希望等等。这样一个在擂台上意气风发的模样，很难想象他小时候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这或许也是他成功的原因。压迫式的打法就是对手的噩梦。在场上对抗对手的这种机会和空间，打得非常的灵活。这个呢倒是之前的比赛当中，乔治佩多西奥的那个战术，对吧？没错。但是乔治呢，他的移动结合了他的进攻的，他寻找出空间之后，他衔接的是第一时间战机把握。你这边跟凯维斯能不能把握住？没错，我们还需要经过后续更多的比赛来看一下。不过刚刚这一回的较量当中，应该是拇指掐到了对方的眼睛。罗唐出拳的时候不小心剐蹭到了对手的眼睛，好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两人重新进入战斗，罗唐还是采取压迫式的进攻手段，步伐上连续的逼近对手，将他堵在角落里，找机会进行砸击。对手换架还是挺频繁的，他现在气势上被罗唐所压制，只能不断的拉扯迂回打击。罗唐高扫直接命中，拳头蓄势待发，想跟对手正面换拳，连续组合拳将对手打晃。慌了没攻上，对，几乎打倒对手。他的出拳频率非常的快，1-2拳再接前后手的摆拳，精彩的一击，两个人近体搂抱，直接抱摔了。今天这个戈恩卡维斯呢，有一点初生牛犊的意思。出现面对罗唐的话，很可能会激怒他。今天呢是打圆龙的比赛，所以说也给到戈恩卡维斯比较空间去躲闪。是。如果是打擂台赛的话，四方。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2回合。上回合整体来看还是热身环节，互有命中，但没有很激烈的厮杀。第2回合节奏有明显的加快。罗唐现在进攻的架势似乎是没有打持久战的准备，而对方显然并不想跟罗唐比拼拳法，他依旧是上回合的游击战。不得不说战术非常明确。跟罗唐正面换拳同量级，几乎没有是他的对手。铁人罗唐可不是白叫的，你是早早预期出夫妻店了啊！第2回合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比赛，我们看罗唐呢，其实和对手打出了他的风格。我觉得戈恩卡维斯今天是想了办法的。看后边的回合罗唐怎么样来应变。按照两人今天上来之后这2回合的一个拼打风格，我感觉这场比赛可能撑不到5回合。近体搂抱，戈恩卡维斯不会又要抱吃罗唐？因为之前当然罗唐戈恩卡维斯游走战术非常凑效，罗唐想近身打击都没有机会。他利用步伐上的快速移动跟罗唐拼点数，虽然出拳不多，打完就赶紧往后撤，但他点数上是不吃亏的。罗唐不放弃扫踢战术，长时间的扫踢下去，一定会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影响。
耿卡维斯的移动上面在减速了啊，我们注意这些细节啊，漂亮漂亮！哇，这下子后发先至哦。对，是罗唐出拳之后，耿卡维斯做了更快的一个选择。但是这也是罗唐的一个比赛风格，他会在比赛当中呢，更多的通过迎击去扛对方的一个击打，去创造自己的进攻空间。罗唐现在非常急躁，他想跟对手换拳，但是戈恩卡维斯就是充分利用规则，擂台上不断的游走，一点换拳的意思都没有，这就让罗唐非常着急了。戈恩卡维斯也没有违规，罗唐即便再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。罗唐最愿意戈恩卡维斯不能掉入对手预设的这个陷阱。没错。漂亮啊！和你拼输出，这个呢，你在现役这个级别上面很难有选手能拼过罗唐。罗唐躲拳之后还想做一个侧向的反肘。这场比赛火花四溅，火花四溅。我现在仿佛看到了钢铁侠系列电影当中的那些对抗的画面。哇哦！戈恩卡维斯已经彻底兴奋了。利用大声吼叫来激怒罗唐，场面瞬间就紧张起来了。罗唐内心还在想怎么将对手 KO 掉，对方的臂展其实是占据一点优势的，他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，跟罗唐打中远距离的厮杀，根本不给罗唐近身的机会。我是阉人张飞，谁敢与我大战300回合啊？有这种感觉啊！戈恩卡维斯是站在桥的另外一头吼了一声，哎，双方的第3回合，哇，两个人这样的一个对拼的风格，居然能够始终坚持到现在，没有出现一些击倒。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，戈恩卡维斯还是游走戏耍罗唐，就是想让罗唐彻底失去理智。他的打法非常无赖，但这也是对战罗唐最有效的战术。要是站着不动对拼换拳的话，戈恩卡维斯可能早就已经被 KO 了，被罗唐抓住就往地上躺，或者直接搂抱化解。罗唐都被他气笑了，不过暂时拿他没有办法，不代表他的职业生涯未来没有更多可能。没错，像日本 K1 的比赛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站立击打系的好手在这里出没。是，哇！近距离。如果说两位选手，始终这样硬扛的话，罗唐也经不住，很有可能偶尔1次2次会把他击倒。这个比赛毕竟是冠军争夺赛，要打5个回合，对体能的要求是有的。罗唐实在受不了对手了，终于跟裁判发起抗议。但是戈恩卡维斯就是这种打法，虽然非常憋屈，但是他确实没有什么违规的现象。戈恩卡维斯将元龙运用的淋漓尽致，罗唐即便再不满，也只能这样拼尽全力进对手内围。但随后的比赛中，对手还有时不时的挑衅动作。还剩下半分钟，戈恩卡维斯不错，对，哇，不错，这大抛拳。但是刚刚这家抛拳很有可能到罗唐的后脑勺。这个德拉帕迪斯现在呢，在现场就差是用这个冰块给罗唐做这个降温了啊！罗唐整个人这已经是杀得兴起，眼睛杀红了。我觉得德拉帕迪斯可能都想拿2根绳来拴住这两个选手。两个人刚刚呢近体搂抱3秒钟之后没有。第4回合比赛开始了，前面两人的火药味已经很充足了，最后2回合的时间里，两人会有怎样的精彩对局？经过中场休息的时间，罗唐慢慢也恢复理智了，稳住心态跟对手拼拳。之前两人的进展还是很慢的，最主要原因就是戈恩卡维斯很不积极，满擂台的逃窜，他基本上就没有主动进攻罗唐的时候，都是等罗唐打完拳之后开始反击。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第4回合。哇，还是没有击倒，看看能不能再来一次。打阵地，罗唐喜欢。罗唐现在就把跟凯维斯压在笼边，或者尝试去控住对方的一边腿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第1回合的时候说的，跟凯维斯那样的一个高速移动呢，你很难维持满整5个回合。没错，就算你年轻啊。而渐渐对手的移动开始变慢，前面游走的太频繁了，现在因为体能上的限制，没办法进行高速移动。罗唐趁此机会重拳出击，打得戈恩卡维斯比较狼狈。但是多次打击并没有将对手击倒，意志力非常坚强，竟然有勇气挑衅罗唐，但是他逃跑的太快了，
这么喜欢跑，还打什么泰拳啊？见一次黄牌。那么打10分制的比赛里面出现黄牌呢，就直接扣点，两个人各扣1点，没区别吗？确实是啊，有什么区别啊？哇吼！不犯规啊，不犯规。德罗帕蒂斯说没问题。罗唐认为说跟卡维斯这个测试，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，跟卡维斯不占劣势。这个比赛呢，你要判跟卡维斯赢，我觉得需要魄力，但是呢。比赛来到最后一回和决胜局，罗唐正准备出拳呢，没想到再次被对手一把抱住，双方开始内围纠缠，罗唐也尝试带摔对手，但没有成功，随即两人开始相互顶膝，显然戈恩卡维斯还是不想跟对手正面硬刚，这让罗唐打得非常憋屈，观众看的也非常无奈。打57跟他来比的话，还有一些体重上面的差距。王俊光还得升重，对，王文峰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依然是这种滋扰式的打法，变线踢哦，精彩！跟卡维斯是手，而这个时候的话，在击打有效性上面，跟卡维斯做的也不错，所以说他并不急于在最后一回合提升。他的胳膊真的是很长啊！你看攻击范围、攻击距离上面，他甚至比罗唐要占优势。这场比赛跟卡维斯有一种猿猴式的打法。两人的大战终于结束了，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。两人打满了全场，并没有 KO 的情况，最终分歧判定罗唐赢下比赛胜利。而戈恩卡维斯还是满脸的不敢置信，觉得自己能赢。大家是如何看待本场比赛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你给到我们的3位打分裁判了，一位呢是现任的超级系列赛的银量级泰拳世界冠军，一位是挑战者。在今天的挑战者呢，确实给罗唐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体验。在罗唐未来还很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，像跟卡维斯这样的类型的选手